别幻化，试问谁人留下？雪一初心和缘分一线之差，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。千言难尽，唯有缘负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等流年冬夏，越苍过悬崖，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雪一生记挂。歌名在喧哗，渡人千台无暇，让四季从此沙哑。自古红尘客，春秋都造化，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话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什么情况？我是魔怔了吗？郎君别急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好像很不错。睡圣散，无色无味，服用后半梦半醒，口吐真言，醒来记忆全无。我弟弟现在在何处？你在卢家待了这么多日没出门，我在龙凤楼带了些点心给你。寒饼、桂花糕，这是栗子酥，这都是我最爱吃的。三王子，你人真好。慢点。你要是再这样进来，让别人看到了，你就不怕有损你镇国公嫡长孙的名声啊？
即便传出去，照故事里所说，也是我为挚爱不顾一切。在我看来，这是褒扬而非贬损，我求之不得。宋公子当真是一个重情义、有担当的好男儿。明淑娘子，其实那日说出口的，并非全是作戏。我若心悦一人，不管他何种出身、何种身份，我都会娶她为妻。何知护之，却不因他人眼光而改变。那也不知将来是哪位小娘子能有此荣幸。其实那位娘子就是……宋兄来了。三公子带了好多好吃的，快来，快来坐，尝尝。多谢宋兄好意，不过此处人多眼杂，宋兄以后还是少来才是。只是送些吃食，并无大碍吧？毕竟我们还是借着他人的名头，宋兄身份贵重，难免会引人怀疑。宋兄以为呢？都兄所言甚是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决定了，我愿意配合你们的计划。陆恩才果然在骗我，那玉佩原是他从别处得来，故意为我设套，只怪我自己傻，竟被他给骗了。那你可有打听到你阿弟的下落？他也说不清楚，之后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你既已答应在恩义宴上指证陆文才，那有些事情我们就不瞒你了。所以，青梅竹马、漂泊卖艺，都是假的。没错，之所以扮作他人来到卢府，便是为了探听你父亲的事情。据我判断，你父亲当初诬陷苏先生贪墨，极有可能是被人所迫。你想怎么做？苏先生的获罪同你父亲的指证有莫大关系。若你父亲是被人所迫才遭流放而亡，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我当然想，但苟且尚且艰难，如何探寻真相？此事你无需担心，我定会将其查清。若能证明你父亲当时是被人所迫，或许你们姐弟也可以减轻罪责，脱出奴籍。如此一来，你也可以离开教坊司，你阿弟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。我相信诸位都是好人，你们如此帮我，我也应当有所回报，对你们知无不言。那便多谢元英娘子。我和阿弟从小就在老家生活，直到1年前，我俩突然被人劫持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只是隐约听见他们以我们姐弟的性命，要挟阿弟去做一件事，但具体是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你父亲答应了？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诬陷苏先生一事。后来，绑匪将我们放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多远，官府的官差来缉拿我们。我引开官差，让阿弟先跑，自己却被官差抓住。后来莫名其妙就被罚为官奴，才知父亲获罪，阿弟也不知所踪。你放心，我阿兄定会竭力追查此案。这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们得为日后铺路才是。啊，首先就是要脱离陆文才的掌控。诸位需要我如何做？宋公子，来这边请。宋公子，为真上饮一杯，真上来，宋公子。哎呀，贤侄能来，老朽无胜欣喜啊！尚书大人客气了，晚辈不敢当。
哎呀，卢尚书面子大，郑国公府嫡孙都来了。来，举杯。诸位，犬子恩印入室，以后与诸位也算是同僚了，还要仰仗诸位多多扶持啊！卢尚书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请坐，请。卢尚书，听说今夜宴会上有教坊司名舞姬刘元英表演的飞天舞，我等皆是翘首以待啊！莫急，请看。红袖含恨诉衷肠。这飞天舞不可多得，哎呦，实乃星辰一绝呀！为人妻离，苦自尝。心中苦楚，谁人知？这听着怎么不太对劲啊？好像是在寒门诉苦。泪湿罗衣，无处诉。身上怎会伤痕累累啊？这些日子都在府里，为何会受伤啊？娘子，怎么了？安燕眼那边出事了。既然元英娘子受了伤，不如先带她下去好生调养。王文士，你去请大夫来，给他好生瞧瞧。是，郎主。哎，尚书大人，如此不妥。这刘元英乃是教坊司官卿，出现问题，按律理应调查备案。且此事发生在卢府，
说是不调查清楚，反让人觉得是卢府失责。元英娘子，你若不解释清楚，污了卢府名声，你可担待得起？元英娘子，在座贵客皆是朝之重臣，国之栋梁，哪一个不能为你主持公道啊？正好监察御史也在此，陈大人，您说，此事按律当如何？官奴献演期间遭遇伤害，官属有权追责。与你有关，全无关系。那既然如此，元英娘子不妨大胆说出来，我们卢府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是卢家郎君。真是没看是啊，他趁教坊司入府排练，潜入我房将我强占，并虐待于我。我都未曾碰过，何来强占一说？父亲，他这分明是诬陷。休得胡言！有这么多贵人在场，我怎敢胡言乱语？就是卢家公子，他趁教坊司入府排练，潜入我房将我强占，并虐待于我。你血口喷人！你和卢郎君各执一词，你若无证据，反会得一个诬告治罪。可这要如何证明？我知道卢郎君身上胎记的位置，他的臀部下方有一个黑色的胎记。慌什么？他说谎！诸位，我身上根本没有那样的胎记。你来的正好。诸位，此人乃我娘子王氏。娘子，快告诉大家，是这个贱婢她污蔑我。事已至此，你还要颠倒是非，迷惑众人吗？听见了吗？你颠倒是非，迷惑众人。我说的是你，卢文才。元英娘子所言丝毫不差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强占官奴，对卢公子来说算得了什么？2年前，杨子身边的湘云被他强占之后怀了身孕，这卢公子在孕期都不放过她，竟生生小产而亡，一尸2命。这是湘云当年的验尸文书，上有凉州府官印。我听元英娘子被你强占之后，心有不平，便在府中四处打探此事。如今这文书在手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各位，湘云是我曾经的丫鬟，我也可以为此事作证。陆文才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糟蹋了多少女子？你敢做不敢当，简直畜生不如！你个贱人，你敢阴我！陆文才，我要跟你和离。卢尚书，令郎所为，桩桩件件都违背了我朝律法，不知您如何看待？哎呀，先知言重了，这其中或许有误会呀。大安律法明定，若因宴饮作乐或应酬，偶有逾矩，必待10载之上，且后未再离罪愆，方可引荐。令郎辖记罪其一，不得为官。诛奸者，徒1年半；强占湘云，犯强奸罪，乃罪其2；伤湘云其胎儿致死，乃罪其3。依卢尚书之意，是想徇私枉法不成？放肆！一些区区卑贱秦师，岂有你插话的份儿？没错，小生区区卑贱秦师，上知律法威严，不容冒犯。卢尚书官至3品，岂会不知？如此看来，卢尚书是知法犯法，有意包庇，岂不是罪加一等？
一派胡言，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。荣生公子说的没错。卢尚书，卢公子是以您的名义将元英娘子从教坊司解除，卢公子行事等同于您犯律，望您慎重处置。至于元英娘子，请您平安无虞地将其送回教坊司。监察御史大人，我说的对吗？两位公子深谙律法，所说丝毫不差。大圣弟子恩印入室之事，前途就要成了。是，别说入室了，玉谁上？张开玉，家长内讧。还得了了？母亲娘子，听说你近日一直在院中打听郎君的为人，可有此事？娘子误会了，小女就是随口一问。我有义务，不知是否可以诠释郎君的为人。元英娘子，是不是没想到，曾经害你之人愿意出手助你？多谢娘子。若非你把文书给我，有助我们当场指证卢文才，此事想要如愿，只怕还要多费一番周折呢。你那日说过，作为女子，我们同病相怜，又何必相互为难？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很久。所以才决定出手帮助你们。元英，多谢娘子。本就是我糊涂，是外子荒淫无耻，我为难你又有何用？说到底，我们都是困囚于此的苦命人。今日我助你逃脱，希望有一日，我也能摆脱这一切。好了，元英娘子已经可以重返教坊司了。娘子保重。父亲大人，父亲大人，我是恩印无望，可是仕途您不能不管呐。多亏王氏那个贱人，他只是落井下石啊，父亲，他还要与我和离，明天我就休了呢。孽障！你岳父即将接任吏部尚书，如今你恩印无望，唯有科举意图可行。若是和离，且不说得不到你岳父的相助，他不与你设伴就已经是万幸了。你要是连自己的娘子都留不住，就别当我卢家的子孙，给我滚回乡下祖宅，终此残生！娘子，是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要和离好不好啊？或者你骂我，再不行你打我，打，使劲打。你不是早就嫌弃我人老珠黄了吗？都是我嘴贱嘛！娘子的美貌，岁月未欠分毫啊！只要不和离，以后这房中所有的事都由娘子做主，可好啊？好啊。我要你把你名下所有的产业都转给我，我还要你写一封悔过书，把你之前所有的罪责都尽书纸面，签字画押。
此后你在外如何，我不管。但在这个府内，你不可胡作非为，扰乱我的心情，否则我即刻与你和离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理当如此，理当如此嘛。那我们早些歇息吧。你出去吧。好，好，我出去，我出去。娘子，早些歇息。娘子，您当真不和离了？今日之事，其实我爹看得一清二楚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来信告诫我，要恪守本分，要顾及家族的荣耀和面子，不要任性妄为，万万不可和离。为何不可？爹爹马上要晋升了，如果现在出现什么风波的话，他怕会连累到他的前程。我若执意和离，恐怕从此以后我在我的娘家就会被视如草芥。虽然不能和离，但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了。我要开始为自己打算，我要把府中的一切都握在我手里。香雪，你把他的东西一会儿都收拾到偏房，以后这个主屋是我们的。好。从刘元英的口供来看，定是有人用他姐弟的性命威胁刘显坤，让他诬陷苏先生。刘显坤为了保住一双儿女，只能妥协。依此，苏长华之案确有疑点。本王一言九鼎，待本王上任之后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立刻上书官家，重查苏长华贪墨案。多谢瑞王。这个放在门口入门处，辛苦了。这个放在屏风后面。这桌子放这儿喽。小心点，别磕着。穆青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啊，见到你我很开心。其实，我叫明淑，事前是事出有因才做了回武姬，还望娘子莫要追究。娘子爽快，我也不想问那么多。啊，对了，这家店，这是我刚刚盘下的铺子，我想开个首饰店。如果娘子日后有空，常来小坐。说真的，我是真的羡慕你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也可以啊。你说我？看着点啊，台阶。虽然离不开宅院，虽然周遭不尽人意，但那又如何？如果只看到眼前，自然是不会快乐的。但人活着，又不是只为了吃苦，总要在其中找些乐子。乐子？像做生意、吃饭、睡觉，对我来说都是开心的事。有时候我也挺羡慕你们大家闺秀的，像琴棋书画、茶艺、香艺，样样精通，哪一样不是让人陶醉其中的事儿啊？其实你说的，好像有些道理。我自小喜欢琵琶，但自从嫁入卢府之后，就没怎么碰过。从今以后，我也不想再关注周遭那些不堪，我也要想想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谢谢你。阿娘，哎，
你在给右相李奶奶缝衣服啊？是啊，李老太岁数大了，神志不清，我们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哎，别站着了，坐啊。阿娘秀艺精湛，可这些年却只能在家中接些零散小活，我也是屈才了些。女子在外抛头露面不易呀，阿娘能够把你俩拉扯大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女儿即将执掌花郎阁，而阿娘的手艺也可不再拘泥于家中。你可愿意相助于我，为花郎阁品鉴绣品？这个，阿娘身居宅院多年，恐怕不能胜任。哎呀，阿娘放心，女儿绝非任人唯亲，而是深知阿娘的手艺。这京城之中，有多少像阿娘这般才艺出众的女子，困于家中不得施展才华？还望阿娘多多发掘她们，让她们不再囿于一方宅院，使她们手中的技艺不再蒙尘，而是得到世人的赏识和铭记。好，有你这番话，阿娘什么都不怕。哎呀，阿娘，你是答应我啦？阿兄，阿兄在写恩印的弊端。历经卢府一事，不如化愤懑于策论。找阿兄有事？我这几个牌匾的样章，我怎么看都不习惯。这花郎阁的招牌要让阿兄来写。我帮你写没问题，可是你身为掌柜的，难道就不想自己写？我又不是书法大家。微雨烟成霜，孤影锁轩窗。心事被私藏，待与谁讲？尘世又无常，还好你的肩膀在我的身旁，灿若银光。心似双丝网，缘分在酝酿。结伴赴远方，人影成双，灵犀在心上，清风雨露一场。这张牌写的真好。乘着月光，一眼到天荒。说起卢家那个元英娘子啊，还好遇见了你，不然还不知道被卢文才骗到什么时候。他也是无奈，身处贱籍，欲寻阿弟也是无人相助，惨遭恶人利用了。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在困境中，幸好遇见了你。你这么说，我不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啦？就你嘴贫。不过啊，这件事呢，给了我一些启发。自古以来，男尊女卑，礼教森严，很多女子遇到困境都求助无门。若是我们花郎阁能承接一些力所能及的委托，帮助困厄女子排忧解难，岂不是能帮助更多人摆脱困境啊？是个好主意啊！我们可以给花郎阁打造成一间女人社，凡入社者皆为姐妹，遇到好的事情就可以一起开心，遇到难处呢可以共同谋划，也可互相想想解决对策。如此甚好，一拍即合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想问。什么事儿？
崔离先生亲制的风水石，本需半年后方得入手，他竟慷慨地将私藏转手于我，真是幸灾快哉。不好，狼主来了！狼主，父亲。父亲，我今日读史颇有心得，盼父亲指教。有时来我书房就好。是。公子，狼主走远了。我觉得此事是你想多了。你之前受伤失忆，往事尽忘，因此消散了不少你和你阿兄之间的兄妹情。所以阿兄对于你来说呢，和寻常男子没有什么区别。在这之后，你又和你阿兄假扮夫妻，过于接近，这才让你对他有了异样的情绪。真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这事儿呀，没多大事儿，你就放宽心，别钻牛角尖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俩长得的确不太像，万一真不是异母同胞的兄妹呢？曾与蒿梨同雨露，终随松柏到冰霜。这是临川先生的诗。我何时背过他的诗？你若是喜欢青竹，我这就让人给你载到家中去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就是有感而发。小心点儿，哎，这个有点重。明淑娘子，元英娘子，你找我何事？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，不知道对苏先生一案有没有帮助？请说。我近日回去细想，记起家里女仆曾说起，苏先生被带走之后，简氏金铺的东家简金海找过我父亲，还将他臭骂了一顿，似是在为苏先生鸣不平。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什么线索？看来简金海与苏先生私交甚笃，我会将此事告诉阿兄。还有，之前你在恩印宴上为指证卢文才，不惜忍痛自伤，真的谢谢你。我那也是自救，这件事啊，多亏了你们。能想到女人社和这些奇思妙想，你可真是兰心慧性，可亲可敬。我虽身在教坊司，也愿为女人社尽绵薄之力。不知明淑娘，求之不得。
地有情，尘缘不朽。随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都随风。愿世事重楼，情真留守。一骑越人间，繁华与错落。灯熄渐老，因缘地，因果休。顾盼终回首，一重头。若风景